大家好，我是秋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天津的大山里面，算是和河北交界的地方，离我们看的清东陵非常近了，只有一山之隔。清东陵呢是帝王埋葬所在地。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啊，是清朝早期的一处王爷陵寝所在地，埋葬了清朝早期的6位王爷，像康熙的兄弟以及康熙的儿子啊，埋在这一块。大家看过《雍正王朝》的话，里面有一个大阿哥以及太子啊，他们都是埋葬在这里。那今天我们主要就是来看一看清朝唯一公开册立的太子胤禛的陵墓所在地。在清朝276年的时间里面，公开册立的太子只有一位，就是康熙的儿子。这几座王爷墓就在这个附近呢，大家可以看到陵墓在这个下面，背后就是山。中国历朝历代陵墓选择都是这样的，靠山嘛。特别是明清以及唐朝的陵墓是最典型的。宋朝的话，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意外。这边有很多石头，去寻找一下。清朝的王爷墓，我们之前看到一座非常有名的，就是尹祥，雍正的弟弟13爷的那座墓，建设的是富丽堂皇，规模非常大，可以说媲美帝陵，甚至比很多帝陵都更大，规格也非常高。不过呢，非常可惜，地宫呢现在被破坏了，只保留了一些地上建筑。那这一块的几座王爷墓，我在查资料的时候也看到，基本上也剩下不多了，只能看到一下残砖以及残存的痕迹。在这边我看到不一样的，那么这一块应该就是遗址区了，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砖。你看下面很多，那这一块应该是当时比较重要的区域，有什么大殿在这里。你看，这个是典型的它那种大殿的砖了。这一块非常多的砖，要不是大殿，要不就是那个陵墓的院墙。这一块不知道是谁的，因为整个这里是有6座王爷墓，我们也寻找一下，看看旁边的那个文保碑。这里没有看到琉璃，那么我估计这应该属于院墙吧，因为从这里过去都是。但那个大殿的话，没有这么大的距离。你看，这个应该是夯土痕迹的，这个就是墙壁了。那么这里面应该当时是某一座王爷墓的核心区。确实是，哦，我看到一块碑了，走过去看看，看看是谁的。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允题原请，也有人说是读成之，到底是哪一种呢？这个是康熙的大儿子，我们说的大阿哥，看过《雍正王朝》的就知道了。这个允题呢，我们不说他笨，只能说是有点小聪明。他跟中国历史上另外一个人物很相像啊，李世民的儿子李泰。当时李承乾被废了，李泰呢就觉得他有能力，成为太子也有希望。结果呢，他作死去李世民那里说，到时候我继承皇位，我把儿子杀了，然后再传位置给李治。你说作为一个父亲，李世民听到这种说法，那心里是多么的难过啊！结果这个康熙的大阿哥他也作死，也同样说类似差不多这样的话，并且呢，后面还在他家里搜出来了诅咒太子胤禛的东西，所以说就被康熙幽禁起来了。后面一直到死，你说在封建社会，皇帝再无情，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互相残杀，或者是说他的子孙后代遭到他的长辈或者同辈们的迫害，这是皇帝绝对不允许的。你们斗归斗，可以决出你们最强的人来继承我的位置，但是呢，不能是破坏的手段。我去世了，可能你做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还在，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皇帝是绝对不允许的。你像在中国还有个典型的例子，朱棣他是经过靖难之役篡夺了朱允炆的江山，那么
他一生那么努力的去做好一个皇帝，其实就是向天下人证明我朱棣很厉害，对他几个儿子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他也希望他们朱家的子孙不要相互残杀。我们看过影视剧，还知道朱棣呢把他的儿子、孙子拉在一起，叫他们发誓绝对不能迫害自己的那个亲族，因为任何一个帝王啊，特别是伟大的帝王，他基本上都是如此的。这一块都是啊，我猜想他的地宫应该就是在这一块，因为山是在后面嘛，那地宫的话肯定是最挨着那个大山的，算是在山脚下面。应提这个人呢，是康熙末年九龙夺地的一个主要人物之一。他被幽禁之后，雍正上台也没有把他放出来，因为雍正对他其实也不是很感冒。那这个人物呢，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又看到一座王爷墓了，主人是14阿哥应提，他当时是在西北打仗，雍正登基之后将他召回，软禁于景陵，相当于是让他去守陵了。后面到乾隆继位之后，才恢复自由身。太难了，我在这一块转了1个多小时，都没有找到这个废太子墓。不过呢，在这里看到一块碑，看看是谁的，太难找了。因为问当地人，他们也只知道是王爷墓，具体是哪一座，他们也不知道，并且呢，都是一些老人，年轻人都不在。我们现在去这一座看看是谁的。这一块6座王爷墓，估计就剩下这一块巨大无比的碑了，其他的碑应该都是被破坏了。这一块碑还是我放无人机看到的，因为现在这一块全部是种植了果园，根本看不到有什么痕迹。这一块应该也是当时的院墙遗址，它每一座王爷陵都是缩小版的帝陵，有很多地面建筑的院墙、享殿，在这里还看到很多砖块。这里以前建筑应该是挺多的，不过现在都损毁了，挺可惜的。我查了一下，这座墓的主人是叫做福全，顺治皇帝的第2个儿子，康熙的哥哥。在那个时候，他差点成为皇帝啊。在当时选继承人的时候，顺治呢也考虑过福全。后面有人提醒顺治说，康熙得过天花，那么以后他就不会了。你如果传位给其他人，他没有得过天花，如果有天花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因为在清朝早期那个时候，天花还是我们说的有点盛行一样的，包括有资料记载，顺治很有可能也是得了天花去世的。那这样的话，福全就被排出了皇位了。不过他本身的志向可能也确实是愿意当一个贤王。在康熙42年的时候，他去世，最后是埋葬在这个地方。刚才我通过航拍看到前面有一块，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文保碑，不知道是不是啊？冬天来可能好找一点，因为现在夏天全部长起来了，很难看得到。哦，看到了！哎呀，找了2个半小时，终于算是找到了。李密亲王允仁墓，他正常是叫做爱新觉罗胤仁，是清朝唯一公开册立的皇太子，康熙的第2个儿子，母亲呢是赫舍里皇后。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故事。他是康熙的嫡次子，也就是皇后生的第2个儿子。第1个儿子呢夭折了，没有长大。他的母亲赫舍里与康熙青梅竹马，感情非常好，是康熙最喜欢的一任皇后，也是第1任皇后。但非常不幸的就是，赫舍里在生下胤仁之后就去世了，是难产去世。当时康熙非常伤心呐，康熙嫡出的儿子就剩1人1个人，康熙呢对他格外宠爱。在刚刚满1岁的时候，胤仁就被册封为皇太子。康熙的儿子非常多，而他对胤仁却是不一样。他从小呢就把胤仁带在身边，亲自教导，相当于是一直在培养他。如果说胤仁得病了，康熙非常着急，寝食难安，
连处理国家大事的心思都没有。康熙有时候去打仗的时候，都要带着胤禛的一些旧衣服，以便能够思念他的儿子。凡是看到新鲜的玩意或者什么好东西，都一定会给胤禛准备一份。在康熙的精心培养下，胤禛呢算是在康熙的儿子中出类拔萃，不仅呢弓马娴熟，并且呢精通百家学问，算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但是呢，同样反过来说，从小受到康熙的喜欢，也慢慢的养成了骄纵的性格、目中无人的性格。因为他基本上一直在康熙身边长大，他想要什么东西，康熙都可以给他弄好，或者说让他得到，就使得他不会珍惜。到了公元1690年，康熙出塞途中生病，命令皇太子和皇三子来迎接他。胤禛当时来到行宫看到他父亲。正常来讲，儿子看到父亲，特别还是皇帝生病了，状态不好，肯定会有所表示。而这个胤禛呢，没有丝毫忧愁的样子。康熙呢，就认为这个皇太子不孝，不堪重用，非常不高兴，就让胤禛回北京了。当时胤禛可能还没有认识到他父亲有所不满，这是第一次。到了公元1708年的时候，康熙呢巡视塞外，皇十八子患了疾病，康熙呢十分忧虑，太子这个时候却是无动于衷。康熙就气愤地责备这个太子：“你作为嫡长子，毫无做兄长的样子；弟弟生病了，你竟然没有丝毫着急的样子。”在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返回北京的时候，太子呢还偷窥康熙，结果呢被发现了。康熙呢怀疑太子有可能要弑君，也刺激他下决心要废掉皇太子。其实在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你像当时胤禛经过康熙的培养，能力算是比较强，特别是康熙出门打仗或者去巡查，基本上是由胤禛监国在北京处理政事，并且处理的是井井有条。那这个时候胤禛身上就结交了一大帮大臣，有点影响了康熙的权威了，相当于挑战了皇权。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太子比较厉害，皇帝就有点担心了。那康熙就当时采取了一些措施，比方说封他的一些儿子为郡王、亲王等等。那这样就导致康熙的其他儿子对太子之位也有想法。你如果说普通的皇子跟太子那个位置地位相差了很多，那么亲王其实和太子呢区别不算是太大了，可能再努力一点就能够够得上了。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标志着康熙末年或者是说中后期九子夺嫡的开始了，就算是让太子时时刻刻要想住怎么保住自己的位置。反正是经过一系列的事件，康熙对这个太子越来越不满意。在公元1708年9月份的时候，胤禛呢就被废掉了。太子被废，康熙的其他儿子感觉希望都来了，争斗更加激烈。特别是康熙当时要求大臣推举一个人出来做太子，结果满朝的文武大臣基本上都推举八仙王。那这个时候康熙觉得不对，为了局势，也是为了可能他的皇位能够很好的稳定，在公元1709年，康熙呢为了缓和局势，重新的决定再立胤禛为太子。结果万万没有想到胤禛被重新确立为太子之后，他行为反而变得更为疯癫了，并且当时胤禛可能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最终呢，在公元1712年，康熙呢重新宣布废掉他的太子之位，并且把胤禛囚禁起来了。这样的话，清朝唯一公开的太子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雍正2年，公元1724年，胤禛呢病重，病逝于紫禁城的显安宫，终年51岁。去世之后，就葬于这个黄花山李亲王园寝。
当了37年的太子，他就这样下线了。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太子。他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与传奇，从年幼时期便肩负起了皇位的重任。然而，他的太子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多次受到冲击，最终呢被废，没有顺利继承皇位。我们都说胤禛没有继承皇位，主要是自己作死，他咎由自取。其实呢，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原因呢还是康熙造成的。大家发现没有？中国历史上，只要这个皇帝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或者这个皇帝比较厉害，作为他的儿子太子，基本上是下场很不好的。你像秦始皇，他的儿子扶苏下场很惨；汉武帝的儿子刘据，李世民的儿子李承乾，朱元璋的儿子朱标，还有康熙的儿子胤禛，他们都没有顺利继承皇位。你像康熙这个儿子呢，他一方面是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希望他长大能够继承自己的皇位，但恰恰等胤禛长大之后，能力有点强，他又觉得要打压这个太子，不能让太子威胁到他的地位，特别是他允许他其他的儿子去争去抢一样的，这就导致太子一个人要面对这么多兄弟去争，他可能说有点力不从心，因为上面还有一个皇帝在监督着，那么日积月累，肯定他心里就会有点变质。你像唐朝李世民的儿子李承乾也是一样，一开始能力也比较强，后面被李世民、李泰这样针对或者是说打压，心里就有点不正常了。这个太子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胤禛下场不是很好，康熙可能要负50%的责任。这可能就是生在皇家的无奈嘛。有这样一句话：最是无情帝王家，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去找一找这一座陵墓的地宫在哪里。在这个地上看到一些琉璃瓦，绿色的琉璃瓦，看到了，碧玺驼碑就在这一块。现在只剩下碧玺了，碑就没看到了，非常巨大呀！哎呦，哎呦，哎呦！这个碧玺倒塌了。在碧玺这里是一个坑，不知道是为什么。你如果说是地宫的话，碧玺不会在这里。如果碧玺是从其他地方移过来的，这么重也没人搞得动，所以感觉奇怪。你说不是地宫嘛？你看这个图就知道，明显是修整过的，所以比较奇怪啊。这雕刻还是挺精美的。这是碧玺的头也被破坏了。我们经常会说碧玺头碑，那么上面那块碑是怎么放在碧玺里面的呢？其实也就是榫卯结构。整个石碑的话是这么大的，可能1米多，然后中间有个孔，就相当于一个是凹进去，然后一个是凸起来，刚好呢插在上面，这样碑就不会倒了。是这样的。在中国古代，不管是石构建筑还是木构建筑，都是像这样榫卯结构的。这座墓到现在刚好是300年，算起来是已经残破不堪了，剩下的可能就是这个残缺的碧玺了。这个墓的景象也比较惨了。那这个胤禛总结起来，其实就可以说是争夺皇位失败，最终呢被囚禁致死。康熙的儿子他们9子夺嫡，好几个都是最终失败，被囚禁致死的。那这个胤禛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他的陵墓也看完了，算起来算是一位比较悲惨的人物。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